Hello，我是凯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6万的。Hello， 大家，我是凯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6万的 Q&A 哦。我知道我拖了很久都没有拍，那我今天要来拍一下6万的 Q&A， 然后来看一下里面大家问我的问题，然后做一些回复这样子哦。那我先来回答关于妹妹的部分，因为很多人都来询问我关于妹妹的部分哦。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公开她，然后因为觉得我都公开了小报，为什么不公开妹妹哦？那我在之前的2万 Q&A 我也说过，因为我想要给她一些她的隐私，然后很多人都希望我分享她的复健的路哦。那因为我觉得网络上会有什么样的人都有，那我不想要公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不希望会有酸民酸我说，觉得当妈妈是不是这样会更好，或这样会更好，所以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呢，我还是不打算公开妹妹，然后也不会讨论她的复健的路哦。那可能有时候会看到我在一些 SNS 上面会放一些妹妹的复健照片啊，我觉得大家看看就过了就好，知道她活得很好，这样就好了。我也没有打算，未来也没有计划要公开妹妹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更多人来询问的就是关于我的工作哦，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不是家庭主妇吗？你的工作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直以来都会有人询问我，我除了当家庭主妇以外，当然家庭主妇占很大的空间，就是占我很多的时间。然后当妈妈以外，主要是的确我们家里有保姆，可是呢，保姆呢只能分摊我一些的事，就是一些可能能够帮助我的。但有很多的部分它是没有办法帮助的，像类似看小报的功课啊等等，它就是没有办法，或者是说像妹妹的问题，可能要跟医生沟通这些等等之类的，我都是需要参与的哦。那我的工作量最大的，除了在 YouTube 以外，在脸书啊以及 Instagram 所有的网络上面的这些所有的工作呢，基本上都落在我的手上。所以呢，就是大家觉得好像看起来影片剪辑很容易哦，可是其实花我真的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然后它是我现在目前工作最大的一部分。那之前还有网络上面有很多一些活动啊等等，这些都是我工作范围内的哦。再来，很多人问我说，关于我现在这个房子哦，到底是买的还是租的？因为搞不清楚韩国的房子到底怎么分哦。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新房子是买的，不是租的。那我们首尔的房子呢，也不是租的，也是买的，但是我们首尔房子现在租出去给别人，所以我们房子呢目前也是没有卖掉。那未来会不会回去首尔，我们不知道。然后新房子要住多久，我也不知道，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刚刚过来住，那有可能就是我们会很喜欢这里的环境，或者是什么样的可能性都会有。那目前我们都还算满意哦，就是住在新的这个环境都还算满意，然后觉得。跟住在城市来讲差异很大，因为空气很好，然后每天都可以在户外活动这样子。那肯定因为还没有到夏天，夏天可能蚊虫就会很多。那目前我们都是还是满意的，会住多久不知道，所以呢这部分就可能要等未来看看怎么样再说。有些人问我说有没有计划要回去台湾哦？我们没有任何计划要搬回去台湾，因为我爸的工作全部都是 base 在韩国，所以没有任何的计划会搬回去。然后小豹也没有计划要搬回去，所以呢，他读的也不是中文的学校，他读的是英语学校。因为我们有考虑之后，小豹就是要出国念书。那什么年龄他会出国，我们暂时还没有决定，就是可能目前都还是会跟我们一起在韩国。那我平常多频繁回去台湾哦？目前大概都是之前都是大概1年会回去2次，大概半年左右会回去1次。可是因为碰到这个疫情，我已经1年多都没有回家了。可是因为现在网络很方便，所以呢，我都是还是每天会有跟家人沟通这样子。会考虑让小豹或妹妹回台湾接受教育吗？我们完全不会耶，因为我爸在这里，我们就不可能会回去台湾了。然后好像蛮多人会问我说，搬来韩国到现在最难接受的部分哦，我觉得好像没有最难接受的部分，就是大家好像都会觉得说好像会很不适应。其实我觉得我还蛮适应的耶。我觉得我刚来的第1年会觉得
第一个语言没有那么好，当时没有那么好，然后对他们很多文化因为都还不是很熟悉，所以刚开始的第一年其实是我嫁来以后的第一年最辛苦的。可是之后我都觉得还好，就是没有这么的，没有觉得说哪里很不适应，然后也不会觉得说哦，因为不适应到我必须要搬回去台湾，我觉得好像没有。那在韩国因为也交了很多的朋友，所以呢不会觉得说在韩国的生活很孤单。我的时间怎么管理哦？我时间怎么管理？基本上我睡眠时间没有很长，大概5-6个小时吧，平均每一天。那我通常都是白天的时间，通常都是给妹妹的，就是早上起来先弄小报，然后接着就是煮完早餐带小报去上课，接着回到家以后就是带妹妹去复健哦。那带妹妹复健中，她有时候可能会跟老师在里面上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在工作，可能是剪片啊，或者是弄网路等等。然后呢，接着下午带妹妹回到家之后呢，我又立刻要去接小报。接完小报以后呢，可能就要接着带她去她的课后。就是辅导或者是课后的活动，那看他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哦。然后接着就是这个中间哦，早上出门之前也会遛狗，回到家大概2-3点，妹妹下课以后回到家又是遛狗。然后呢，小包回到家陪完他以后，回来家里以后吃完晚餐，煮完晚餐，我又接着去遛狗。那中间呢，只要我有空闲时间，我通常都会工作。因为那是我就是平常唯一有的时间，然后再来就是小包是比较早睡的孩子，因为他早上要很早起来，所以呢，通常晚上他8点多他就会去睡觉。那个时间呢，我通常他一睡着以后，我就会开始工作，可能工作到10点多我就会去睡觉。所以最近我都没有时间追剧，因为很忙，所以都没有时间追剧哦。然后如果可能。我有可能今天工作量不会很多的时候，我才会去，比如说做指甲呀，弄头发呀，或者是说，可能我说要回诊看医生啊等等。然后还有人问我说会不会再想生一个？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啊！我当时要生第2胎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很久，因为并没有那么想要这么多孩子。我觉得我的耐性已经到达了极限，我绝对不会再生另外一个孩子了。因为除了2个小孩，我现在还有2只狗，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欧巴宝宝，所以呢，我暂时绝对不会，不是暂时，是绝对不会再生一个了哦。然后很多人问我韩文学多久哦？我来韩国的时候已经会讲一点韩文了，然后后来又去了建大的语学院读了9个月，然后毕业嘛，9个月，对，9个月左右。然后之后就是跟韩国人一起沟通什么的，其实我已经忘了很多语学院的韩文了啦。那目前就是，但是语学院的确真的韩文进步的速度很快，如果说想要学韩文的人是个可以考虑的方向。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当初会选欧巴哦？还有问我择偶的条件，还有问我说，就是在美国认识的事情哦。在美国的故事，我到时候再来拍一集哦。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欧巴哦？其实我当初的择偶条件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困难。第一个就是可能要跟我的学历相符合，因为如果说学历相差太大，可能有时候观念会很不一样，所以我当时希望遇到的对象就是尽量是学历是差不多的哦所以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认识欧巴的。然后呢，再来就是我喜欢男生是比较有对自己有一个目标哦，因为有时候会认识一些男生，然后他们就会比较问他说他对自己有什么目标或想法，然后他们的答案就是反正就你知道吗，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这种。可是我当时择偶的条件是比较希望这个男生对自己有很大的憧憬，或者是他对他自己的目标很明确，然后在他自己的产业对他自己的事情是很有热忱的，然后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哦。然后当时我的选择目标是这样，因为我认识欧巴的时候，其实他是你知道就是一个穷学生，其实他也没有钱，但是我就觉得他在他自己的产业可能会发光发亮的一个对象，所以呢，当时选择他的原因是这个。然后有人问我说，养狗会不会遇到很多困难？我先讲，我们家2只狗还好，他们2个不吵架。可是我们家2只狗呢，比较大一个问题哦，就是贝拉因为比较小，它会破坏东西。然后 Cooper 因为年纪比较大
Cooper 就是属于比较稳一点的狗，它基本上不会破坏任何东西。到目前为止，Cooper 好像都没有破坏东西。但是 Bella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们知道它现在还没有满1岁，它就会。尤其到了新家之后，他就会想尽办法找到东西，然后想尽办法破坏它。所以呢，对我来讲，就是每天我只要回到家，我都必须要看他有没有破坏什么东西，这是我比较大的困扰。然后因为搬到这个新家，他们比较常可以去院子，所以呢，散步啊或什么对我来讲没有很大的问题。然后他们2只狗呢，是很快就会就是上厕所，就是他们都是在户外上厕所，在家里是完全不上厕所的。所以这个部分对我来讲不是有太大的问题。这样有人问我说，在韩国啊，跟陌生人说，他们会觉得我是韩国人还是外国人哦？这个也蛮有趣的。我在韩国基本上跟韩国的不管是什么人讲话，他们第一个反应应该会觉得我是华侨，就是可能我所谓的华侨不是中国华侨，是那种是韩国人，但是可能在别的国家长大的华侨。因为他们觉得有一个腔调，但是他们那个腔调也不是很确定是哪一个国家。那毕竟你知道我不是韩国人，可是他们又不能确定我是不是韩国人，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会觉得是华侨。什么时候去美国的？在美国多久等等，我是10几岁去美国。我在上一个2万的 Q&A 也说过，我是10几岁去美国的。去美国的时候，英文也不是特别的好。那当然，因为在美国后来念到大学毕业跟研究所毕业嘛，中间我都有回去台湾，因为回去看家人，因为我奶奶那时候一直在台湾，然后直到我结婚前，我奶奶才过世，所以中间我都一直有来来回回的回来台湾这样子。我会不会想家哦？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我很小就没有跟家人住在一起哦。因为10几岁就没有跟家人住在一起，我就是一直住在学校里面，因为我是寄宿学校，所以呢，我的个性本身也不是一个会很怎么讲依赖一个人，所以呢，我是比较独立型的人哦，所以想家好像比较少因为我就是比较独立，然后我可能唯一你说如果说想家，可能是如果打电话给家人的话，那应该会有，可是我不会说到很想家，很想什么，然后想到哭这样，我是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习惯一个人了，因为我从10几岁就开始一直都一个人住，所以我不是一个会很依赖就是家人的一个人。很多人都说，因为我觉得我学历很高，又在美国生活过，然后最后回归家庭，是不是就很可惜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如果我今天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然后可能小孩子没有教育好，我觉得我可能老了以后可能会很后悔。那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是我可以边工作也可以边照顾我的家庭，然后跟我的狗，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讲是最完美的工作那我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啦，因为我大学念的就是网络行销，所以呢，其实我现在的工作跟我当时在大学跟研究所念的其实是一样的。那我的主修也是网络行销所以呢，对我来讲这个是就是符合我念的东西，然后我也是就是学以致用的情形，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最完美的工作状态。然后再来就是我之前在台湾呢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做婴幼儿的产品，然后后来工作到产品经理以后呢，我就离职了，因为我就结婚了嘛，所以最后就移就回来韩国这样子。很多人问我们家怎么理财哇，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家呢，我跟我爸2个是分开的就是我们2个的钱不是全部归一个人管的就是我管我的，他管他的这样子。那我爸他是固定会直接就是可能会有每个月他会有一笔钱，然后那笔钱是直接给我的，随便我要怎么开销然后当然也不是随便我，因为我们家有固定的开销，那我就会从中间取一部分的钱去做一些定存。那我们家去年我爸就做了很多的投资，因为他可能就买了很多的股票，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韩国的股票涨很多。那最近呢，因为股票就一直在停摆状态，所以我爸就没有再买股票了那我觉得你要说怎么理财，因为最近经济都很不好，你说要怎么理财也很困难。说怎么理财，钱只要不要乱花就是一个理财的方法。
那我们家呢，就是我们两个呢，各自都有各自负担的部分，比如说他可能是负担房贷啊，或者是我可能是负担可能什么家里某一个什么的费用，我们两个是有讲好的，所以因为我也有自己的收入嘛，所以我们两个就是会各自负担一点，希望就是我觉得家庭可能需要2个人一起合作才会比较协和吧，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因为老公在工作，所以钱全部都老公出哦。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会对男人有很大的压力。那毕竟我自己有自己的收入，所以我可能就会就是以我的收入来讲，我可以负担什么样的部分。那我也觉得我会为这个家尽一份力，所以我们家的部分就是他付他的，我付我的。然后应该是说他付他负责的部分，我负责的部分。那我爸也有每个月给我什么，可能他会给我一笔钱，那当然他也有给我信用卡，给我什么，可是我也不是一个会拿着我爸信用卡乱花的人，所以呢，就是我们两个状况一直都是这样啦。那因为在首尔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可能会乱花，但因为到这里来以后，这里真的什么都没有，所以根本就是不太能够。说真的，不太能够买什么东西，可能最多买什么东西，可能也只有在网络上吧。我们家基本上比较大的开销，应该都是在家里，比如说家里需要的东西，举个例，什么买沙发，可能家里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买电脑啊、买手机啊，这等等。我们家现在比较少会有那些，就是有一些很奢侈的花费，不太多。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开销最多，就是除了房贷以外，就是小豹跟妹妹附件的钱，因为这2个的开销都很大，所以呢，负担也不小。这样，那目前这些都是我现在从6万里面当中挑出来比较多人询问的然后之后呢，我还会再来拍我们新家的装潢，因为我们新家还没有完全装潢完，等到我来拍那个 house tour， 然后希望下一次做10万的订阅的时候，大家可以给我更多的问题。那我们下次见，拜拜。